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咽喉味厨房。肉丸汤是我们餐桌上最常见的一道美食，但是还是有很多朋友做不好。今天我就把最家常的做法分享给大家，让你在家里面也能吃出饭店的味道。首先准备一块2斤的猪肉，我们把回肉和瘦肉分开来。不管做什么肉馅，我们一定要把猪皮给切下来，因为猪皮的肉质比较硬，放在一起会影响口感，而且不方便操作。挑选猪肉，我们一定要挑选这块梅花肉，因为这块梅花肉肉质特别的鲜嫩，一头猪才几斤。把猪皮剔下来之后，我们也不要直接扔了，可以用来做猪皮炖，也非常的美味。接下来把回肉全部切成厚片，这样方便下一步的操作。瘦肉同样也切成稍微厚一点的片。全部切好，放在准备好的绞肉机里面。借助绞肉机把猪肉全部绞成肉末。有时间的我们也可以用刀来剁。今天的肉末我们要稍微的多绞一会儿，这样方便老人和小孩食用。这是我搅拌了3分钟左右的效果。这个时候的猪肉已经完全的搅碎了，搅拌成视频中这样的细腻状就可以了。全部放在准备好的碗中备用。接下来我们简单的准备一些配菜。准备小块去皮的老姜，先切成薄片，然后再切成姜丝。全部切好，放在准备好的小碗中。准备小把清洗干净的香葱，今天我们只要葱叶部分，把葱叶切成3到4公分左右的小长段，切好和姜丝放在一起。接下来往碗中加入18颗花椒，然后再加入小半碗的温水，下煮抓拌2分钟左右，充分的把葱和姜抓出葱姜汁。接下来我们简单的调下味，往肉末里面加入小半勺的食盐，少许的胡椒粉去腥增香，然后再下入一个母鸡刚下的蛋，下手抓拌均匀，使肉末和鸡蛋完全的融合一起。这是我抓拌了2分钟左右的效果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少量多次的加入葱姜水。葱姜水也不需要加太多，1斤肉加20克左右就可以了。葱姜水还是天然的去腥材料，也不需要太浓稠，也不能太稀，视频中这样的浓稠度刚刚好。最后加入少许的花生油锁住水分，能够像视频中这样从釜口轻轻的挤出一个丸子就可以了。在一旁腌制10分钟左右。往小碗中加入50克左右的红枣，加入少许的普通面粉，再加入少量的清水。因为红枣的表面凹凸不平，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，这样更容易把红枣的表面一些杂质清洗干净。往碗中倒入多一点的清水，抓洗一会儿。清洗完第1遍之后，我们直接捞出来，这个水还是非常的浑浊。接下来放在干净的清水中，或者是流动的清水下都淘洗2遍，直到把水洗至很清澈就可以了。把洗好的红枣放在碗中，接下来往碗中加入80度左右的温水浸泡10分钟左右。接下来准备一锅清水，把准备好的鹌鹑蛋放在锅中，开大火把锅里面的水烧开。鹌鹑蛋比较容易熟，我们煮制的时间不需要太长，大约在2到3分钟左右，我们就直接捞出来。
放在提前准备好的凉水中，稍微的浸泡一会儿，这样可以方便去除鹌鹑蛋的外壳。鹌鹑蛋营养非常的丰富，也是小朋友们的最爱，不管是炸着吃还是煮着吃，都深受大家的喜欢。全部包好，放在准备好的碗中备用。接下来准备几颗清洗干净的小白菜，我们把白菜切成小段。所有食材准备好，我们开始操作，把浸泡好的红枣加在锅中，包好的鹌鹑蛋也下在里面。这里我们不需要把水烧开，大约在80度左右。然后把准备好的肉丸子一个一个的下在锅中。今天的肉丸也不需要做太大，和鹌鹑蛋的大小差不多就可以了。下肉丸子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贴近水面下肉，这样做出来才更加的漂亮。锅中的肉丸子全部定型以后，我们再开大火把汤汁煮开。这个时候出现了少量的浮木，我们就用勺子把这些浮木全部捞干净，这样做出来的肉丸汤更加的清澈。大约煮5分钟左右，现在的肉丸子也差不多成熟了。最后我们调下味，加入小半勺的食盐，小半勺的鸡精，再加入1勺生抽，其他什么调味料就不需要添加了。稍微的搅拌一下，使所有的调味料完全化开。肉丸子我们也不需要煮太久，不然的话吃起来会很柴。煮制成视频中这样就可以出锅了。把切好的小白菜加在大碗中，像这种鲜嫩的小白菜我们不需要下锅，用肉丸汤烫一下就可以了。一道营养又美味的肉丸汤就这样做好了。里面加了鹌鹑蛋和红枣，不仅丰富了口感，同时增加了营养。明天就是中秋节，做上一碗这样的肉丸汤，寓意着团团圆圆。这样煮出来的肉丸汤，肉丸子 Q 弹入味，汤鲜味美，比外面买的还要好吃。如果今天的视频对您有一点点帮助，就麻烦点赞、收藏、留言并转发出去。点我头像还可以看到更多家常菜制作视频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